中国广大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滋生出无数高层贫民窟。这些曾经闪耀的新小区，很快就沦为满目疮痍的垃圾场。路人经过都不忍直视这些高层贫民窟内荒凉的景象。小区里墙皮脱落，满墙包皮，到处水渍斑驳。楼道里坑坑洼洼，管道外露，墙板掉了一大片。传说中自动感应的壁灯全部失灵，黑黢黢一片，偶有灯光若隐若现，如同鬼屋一般恐怖。电梯早在10年前就报废了，如今成了垃圾桶。业主们搬家只能徒步登上10几20层，一次上下要花掉几小时。孩子放学回家，光上楼就累得直不起腰。更可怕的是安全隐患。公共走道里管道漏水严重，地面湿滑，住户们都害怕出门。消防设施失修多年，一旦火警几乎难以逃生。可悲的是，类似高层贫民窟在中国存在极为普遍，超过1半以上的城镇住宅都面临加速老化的厄运。大量刚需买房的年轻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，他们在这里耗尽青春，却只换来无尽烦恼和巨额修缮费用。更有人直接被迫弃居他处，沦为新一轮的搬迁难民。作为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，买房似乎成为了人生的重头戏，是多少双手里最沉甸甸的梦。然而当推开沉重的房门，走进自己花重金购买的甜蜜小家时，幻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不少人破涕为笑。你会发现，这里的一砖一瓦已经在加速老化，电梯与墙面都在向你哭诉着沧桑。这就是当前中国毫无保障的居住环境。作为普通老百姓，钱包与精力有限，面对物业与政府的漠视，小区却在迅速沦为贫民窟。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居住战争，普通老百姓注定只能接受屈辱性的失败。曾有专业研究表明，小区建成前20年是他生命力最强的时候。可当他走过这个年龄，就像人到中年，昔日的朝气已经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日渐衰弱的身躯与破败的容颜。这就是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小区正面临的残酷现实。中国城市老百姓真的有住上20年以内的新小区的机会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，多达32%的中国城市家庭住在修建于2000年以前的老房子里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是1998年后最早完工的商品房小区，也全面步入了中年危机时期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许多10年左右的新小区也已经满目疮痍，与那些上个世纪的老破小没什么区别。比如李先生购买的一套公寓，建成仅8年，物业就已经荒废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我每天下班回家，面对的都是杂草丛生、满地蛇洞的花园，偶尔还能收获1两坨狗屎。我实在不明白，这些所谓的精英物业都干些什么去了。或许李先生住的小区运气太差，但这已经成为老百姓的共同遭遇。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，业主对小区物业服务的满意度仅60分，基本服务如保洁清扫更是不及格，只得到了58分的评价。其实物业服务是有明确等级规定的。以武汉为例，服务标准划分为5个等级，每个级别都有明确的打扫频率要求，但实际情况似乎从未达到这个标准。3星级物业收你几千块钱的费用，提供的却是不及格的服务，而想要换个物业更是难上加难。小区必须成立业主委员会，通过业主大会投票决定。可艰巨的程序与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注定了绝大多数小区无法达成共识。即便成功举办投票，面对物业的各种恶劣手段，终究难以翻身。比如，就有小区业主在投票现场被物业雇佣的暴徒殴打致骨折的事件发生。在绝望无助的境地，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了极端的方式，拒不支付物业费。这样一来，本来就差的服务更加难以为继，
小区进入恶性循环，迅速走向衰败。当森森白骨从泥土中爬出，原来历经沧桑的房子也有使用寿命。这些看似坚固的水泥建筑，搭上几十年，墙皮剥落，钢筋外露，终将走向倾颓。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，普通老百姓注定要目睹电梯、管道、墙壁一件件报废。事实上，这些建筑组件的使用年限远没有房屋的长。以最脆弱的电梯为例，合理的工作年限只有短短15年。超过这个数字，各类故障层出不穷，甚至有发生严重事故的风险。这意味着，在漫长的还贷过程中，电梯就不得不重复翻新3次有余。而房屋的后外套、保温层的使用年限为25年，防水层更是只能维持10来年。这些都是日常维护难以触及的地方，需要依靠公共维修基金和政府力量解决。然而，这些理应发挥重要作用的系统，却同样使人绝望。以公共维修基金为例，它即便存入了，想要使用也是过5关斩6将。首先，你需要争取超过2/3的业主同意。在利益至上的时候，这已经难如登天。而通过大业主同意后，接踵而至的工程招标、监管、审批环节更是令人生畏。种种现实条件注定了基金很难在小区日渐衰老时发挥任何作用，反倒成为了物业和相关人员产刷的美味油水。有报道曝光，就有小区物业伪造业主签名，截留公共维修基金高达489万元用于其他用途。在利益的驱使下，谁还会在乎小区最后的惨状？楼道破败，墙壁剥落，管道爆裂，这一切都在加速居住环境向贫民窟没落。而作为老百姓，能做的不过是默默接受这样的宿命。当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终于在昏暗的地铁里攒足了首付，勉强也够了，他们会欢欣鼓舞地搬进全新的小区，开始还清为期30年的沉甸甸房贷，开始他们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。然而，这些刚需人群或许从未意识到，他们入住的商品房寿命最好的情况也只有50年。根据国家标准，住宅综合设计使用年限就是50年，很难撑到70年的房屋产权期限。也就是说，等你住满50年，小区便有可能面临拆迁或原地重建的命运。而要确定还能继续使用，就必须自费进行房屋安全鉴定。如果不幸被判断为危房，只能选择强制迁出或重建。后者听起来费时费力，但真的有成功案例。南京市就有一处老旧小区在2014年被认定为危房，业主自发集资，历时近10年终于改造完成。然而，这种全面拆迁重建的方式对高达30层的现代住宅来说难度可想而知。另一方面，49年后的小区普遍面临老化问题，获取政府拆迁改造的机会其实很渺茫。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只能面对这样的环境。等到你住够了一辈子，或许周围的建筑已经破败不堪，甚至面临倒塌的危险。而作为普通老百姓，你我能做什么？在漫长的30年房贷中，就注定要目睹自己曾经的梦在脚下沦落。等亲手签下人生最大支出的房本时，谁还会想到拥有的只是50年的使用权？中国人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房子，它的寿命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人类。在种种压力下，中国小区走向衰败和贫穷化几乎已成定局。那些脆弱的水泥建筑注定会在有生之年体会沧海桑田般的蜕变。等到钢筋外露，电线外挂，这里就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。而中国这些平民唯有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的家在风雨中变得破破烂烂，或许还要目睹邻里矛盾、治安故障频出的景象。最终，这里将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，连最起码的生存环境都难以得到保障。
没人会在意一个中国普通人的感受，这就是现实。在利益的驱使下，开发商与政府早已将普通中国人抛诸脑后，他们能得到丰厚的回报，而普通老百姓注定只会在这样的小区里终老。等到有朝一日，曾经奢华的门面也退得一干二净，到处弥漫着破败与狭促。或许屋顶的水泥板上都已经长出了草，电梯轿厢里布满蛛网，普通中国人都已经老去，步履蹒跚，即便想要离开这里，又往何处去呢？面对中国小区迅速老化的现状，普通老百姓能做的实在太少。在漫长的还贷过程中，无奈地看着自己曾经的家走向衰亡。